大家好，今天10月6号，比特币昨天是又给了一次压回的机会，低点一度触及19700美金，现在价格又来到2万附近啊。那我的观点还是维持3号的不变，当时比特币刚涨出来，价格是在19000美金出头，也是跟大家提，压回全部都是机会啊，就看你敢不敢买。昨天这个位置你敢不敢买？敢买的话，全部都是利润啊。那不然今天视频再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位置，它短线有没有熄火的迹象？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整理？主力是为了等待明天美国的经济数据。那个经济数据我们要看什么重点？等下来跟大家探讨。不然今天也要来跟大家聊一下。下一个支撑是在19300啊，上一次是从18800修正到19000，19000，那这一次19300，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观察？或者是高点的压力位20800这个位置？有可能是短线上的一个空点，但是只是针对小时级别的超短线，你不能报波段啊，有可能这个位置会被挑战。不然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日线级别很多指标，这一次 MACD 有没有可能过0轴，包括它的丝绸线也是有进一步走好的迹象，以及这一个哈根阿西指标有可能就是类似这个波段，或者是去年的这种7月份、10月份的整个大波段。现在是绿 K 已经放出来了。这个要怎么来应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永久返佣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区，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那么来看一下，它现在一根下影线，其实昨天压回的位置也是很巧妙，就是在这个哈根阿喜上影线的位置，就这一根，我们看裸 K 嘛，不看 K 线啊。就这个高点的位置是很接近19700，其实是很巧妙。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它也是一个波段放绿 K 的位置，是在7月17号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它也是放绿 K 的时候压回的点位，那就是买点啊。你买的话可能报一个波段，随便在哪一个高位的压力区买，你在这种位置买也可以，在这种位置买也可以。那这一次，我的观点是你尽量给我抱久一点啊。像这一个哈根阿西指标很难得，你有时候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等到这种买点。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有可能，比如说像当时这一个位置一个井喷来到这个位置，美国 CPI 公布不及预期的时候，压回你可能在这一根趋势有走正的情况下，你尽量找压回。但是你可能买在这种位置，那我的观点就是止损掉就行，或者是你真的买在这种低位。它在破这个哈根阿西的低点，你就给我卖出就行了，止损掉。但是做对的情况下，就比如说去年的9月份到10月份，你如果看到这一根放出来的时候，你这种点位压回的低点有买，或者是这些高点没有追到压回的这种点位，都是买点啊。只要它没有破这个哈根阿西，或者是像这种点位放绿 K 放出来的时候，这种压回的低点都是买点，有可能会逮到这种大波段。那现在它涨了2天，为什么不涨？有可能也是在确认，就是这一条重要的终极下降趋势线，从比特币历史最高点69000连到这个48000，48000再连到最近的这几个点位是不断的在测试。CPI 公布的时候测试，那这个上影线也测试2次。前几天的视频天天在讲。有可能一条重要的趋势线，它反复测试的时候，它有可能下降趋势就是有减缓的迹象，甚至要扭转。那现在已经扭转了，这个趋势都已经扭转了，压回有可能就是在确认啊。那还有一点，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一波从69000跌到这个17000，为什么跟大家讲，有可能就是可以抄底？其实还有一个应用的手法是这样子啊。我们单看它的趋势，这一条最长的趋势是69000连到这个48000，那还有一条趋势是从48000连到这2个高点的位置。那另外一条更陡的位置就是当时在这个位置开始从32000附近，就是5月份这个32000附近，这一条趋势是最陡啊，一定是1条、2条、3条。当时从20000、21000开始就跟大家讲，有可能再下去真的就是要见底了，因为已经看到。本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趋势线，再出了一个趋势，又出了一个下降的趋势，这种就类似也是一个上行的结构。当时从6月份就开始计划跟大家讲，也有可能是可以抄底，因为
美元指数，然后这几天走到这个高位的时候，除了前几天有跟大家聊过，这个美元指数它是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倾斜的压力位，一个是在05年到06年的这个低点，还有一个是在08年、07年的这个低点，连到09年这个高位过不去，15年这个高位过不去，还有一个18年、19年的这个高位过不去。那这一次就是在22年的这个高点过不去，这个位置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压力位114。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前几天其实也是看得很明显啊，美元指数本来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爽的一个45度的一个上涨趋势，但是后面它是不断的趋势，感觉有一点趋势紧碰到末端的迹象，这是另外一条趋势线。然后前几天是这两个高点，感觉根本就是紧碰的行情，这种就是有一点类似，刚开始是慢慢的涨，烟花慢慢的在放到最后是感觉就是烟花放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吧，一瞬间可能就没了嘛，就是有一点这种迹象。所以我现在的一个观点是，比特币我们这一段时间尽量看波段嘛。它现在是已经把这个条终极趋势线给它突破，那昨天的压回一点是在确认这一个趋势线是不是有效的突破。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段时间我们要去观察一下，美国是有好几个经济数据要公布，昨天晚上是公布了这个小非农的数据是略微超预期，那明天晚上美国那个大非农数据也是要公布。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明天晚上大非农我们尽量忽略掉，因为记得上一次美国失业率公布的时候是在9月2号，当时公布的数值是不及预期因为预测值可能失业率是在 3.5 附近，但是公布的一个值是在 3.7。 那明天晚上除了那个大非农要公布，预测值可能是在25万。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美国的失业率预测值是在 3.7 我们到时候明天晚上一定要去留意一下这一个美国的失业率到底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利空或者是不及预期。如果是利空越多，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主力会不会还是在这边涨了2天洗盘，洗盘以后为了等待下一次的建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另外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的几个压力跟支撑位有一点前一次跟大家讲过，有一个压力位是在20800点附近，它其实就是这一根 K 线，我们用裸 K 来观察，它上方有一条60ms 压在头上。那还有一点20800点，就是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讲过，当时在低档的时候是跟大家讲18800，做多的话你尽量去看，如果下一次又来到20800点，就这根 K 线的位置是有一点压力而且它是接近60MA 附近短期有没有可能挑战这个60MA？其实上方还有一条就是120MA 也是压在头上，不过我的观点是应该问题不大所以是跟大家讲20800点，你如果要做空，你只能是针对超短线4个小时的，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就日线级别，我估计这一波不排除有可能是会挑战这一个零轴如果是连日线的 MACD 都挑战了这个零轴，那我的观点是，很多技术派它都会全部转多，因为零轴上方就是一个多方区有压回全部都是买点。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跟大家讲的这一个丝绸线日线级别，上一次是有跟大家讲过。这比特币48000跌下来，48000跌下来，它丝绸线全部都是空头排列，但是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丝绸线是不断的在测试这一个最红色的60MA， 1次、2次、3次、4次，那这一次有没有可能5次挑战？挑战的话就把整个趋势给它扭转，因为这条趋势线已经是领先反应这一条终极趋势线已经早就过了，所以这一次不排除有可能丝绸线要走好的迹象。那还有一点就是4个小时，前段时间在这个位置就跟大家讲，已经早就过了。过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观察一下，是这样子如果是它这一波要再过高，就是说这个位置整理到位，明天的数据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如果盘中还有压回，它要再过高，下一次我们要去留意来到这个20800点附近这个位置看有没有压力。如果过了这个高点，我最担心就是这个位置指标会不会形成背离，包括它这个 MAC 如果再开口，就算它不时差再开口，也会形成一个4个小时的鸭子张嘴。鸭子张嘴那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如果是鸭子张嘴极限看会不会再放个10个，它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背离，后期来到20800点附近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还会不会整理，甚至再去回撤这几个高点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当然我给的一个波段支撑位是在
19300，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位置要怎么来看啊？就是这一条均线20MA 拐弯的位置，这个位置拐弯的位置，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定我们的右图。